说起杜甫在夔州写的诗，你可能马上想到登高里无边落木萧萧下那种悲凉，但杜甫在夔州还写了一首特别硬核的咏物诗，咏的不是花花草草，而是一棵老得不能再老的古柏。这首诗就是《古柏行》，说白了就是杜甫给一棵1000年古柏写的人物传记。这棵古柏在哪儿？在夔州的武侯祠，也就是纪念诸葛亮的庙里。杜甫公元767年搬到夔州，住的是个破茅屋，吃的都成问题，但他一有空就往武侯祠跑。他去看诸葛亮，也去看诸葛亮庙前那棵据说已经2000岁的老柏树。看着看着，他就把这棵树看成了诸葛亮，看成了自己，看成了所有怀才不遇的闲人。先别急着分析，我们先把这首诗完整的读一遍，感受一下杜甫是怎么跟一棵古树对话的。孔明庙前有老柏，柯如青铜根如石。双皮6与40围，带色参天2000尺。君臣以与时际会，树木犹为人二兮。云来气接巫峡长，月出寒通雪山白。一左路绕锦亭东，先主武侯同毕公。崔嵬枝干交远古，窈窕丹青互有空。落落盘踞虽得地，明明孤高多裂风。扶持自是神明力，正直原因造化功。大厦如倾要梁栋，万牛回首秋山重。不录文章事已经，为此减罚谁能送？苦心祈免容蝼蚁，乡野中经宿鸾放。致是幽人莫怨嗟，古来财大难为用。读完什么感觉？是不是觉得不像在写树，倒像在写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？这就是杜甫的厉害之处，他把一棵树写活了，写得有骨有肉，有魂有魄。我们一句一句看。孔明庙前有老柏，柯如青铜根如石。开门见山，点明位置。这棵树在诸葛亮庙前，枝干像青铜，树根像石头。这比喻特别硬，特别有分量，不是像铁，而是像青铜；不是像盐，而是像石，透着一股千古不腐的劲儿。双皮6与40围，带色参天2000尺。树皮白得像霜，被雨水冲刷的光滑滑的，树干粗的要40个人才能合抱，树冠黑压压的直插云霄，有2000尺那么高。40围2000尺，这2个数字可能夸张，但就是要让你觉得这树不是一般的树，这是个巨无霸。君臣以与时际会，树木犹为人爱惜。这句是转折点，诸葛亮和刘备的君臣相遇已经成为历史，但人们因为爱诸葛亮，连他庙前的树也一起爱惜。这里杜甫第一次把树和人联系起来，树因为人而贵，人因树而显。云来气接巫峡长，月出寒通雪山白。这2句写得特别大气，云雾来的时候，古柏的气势能连接到绵延的巫峡；月亮出来时，古柏的寒意能直通远处的雪山。这树的气场有多大？它能跟天地山川对话，不是一棵树，是一个连接天地的枢纽。接着杜甫开始回忆，一左路绕锦亭东，先主武侯同毕公。他想起以前在锦亭东边也见过刘备和诸葛亮的和寺庙，那里的古柏也是崔嵬枝干交远古，窈窕丹青互有空，枝干高大古老。庙里的画像虽然精美，但门窗空空，透着一股寂寞。这不仅是写树，也是写人。诸葛亮的名声还在，人已经不在了，庙也空了。落落盘踞虽得地，明明孤高多裂风。这2句写古柏的处境，它虽然占据了有利地形，但孤高入云，难免要承受猛烈的风吹，这哪里是写树，分明是在说诸葛亮，说那些站得高看得远的人承受的诋毁和压力也更大。扶持自是神明力，正直原因造化功。古柏能挺立不倒，靠的是神明扶持，他如此正直是造化之功。这既是夸树，也是夸人。诸葛亮能成就一番事业，既是天命，也是因为他自身正直的品格。接下来是全诗最著名的一句，大厦如倾要梁栋，万牛回首秋山重。如果大厦要倒了，需要梁栋来支撑，可这古柏重的像山一样，10000头牛都拉不动。这比喻特别绝，把古柏比作国家的栋梁之材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么重的栋梁谁能用得上？换句话说，诸葛亮这样的人才，哪个时代能真正用得起？不录文章事已经，为此减罚谁能送？古柏不显山露水，但他的文采风采已经让世人震惊。他从不逃避被砍伐的命运，但谁又能把他送去做栋梁呢？这是杜甫在为诸葛亮，也为所有贤才抱不平。你们有才华，但时代不用你们怎么办？苦心祈免容蝼蚁，乡野中经宿鸾放。古柏的树干里难免被蝼蚁蛀食，但它的香叶终究能引来凤凰栖息。这2句特别深刻，再伟大的人也难免有小人的诽谤重伤蝼蚁，但他的美德和才华
终究会吸引有识之士。鸾凤，这是杜甫的自我安慰，也是他对所有失意者的鼓励。最后的结尾，致是忧人莫怨嗟，古来财大难为用。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。杜甫对古柏说，也是对诸葛亮说，更是对自己说，心怀大志的人啊，别抱怨了，自古以来财大就难为用，这不是消极，是看透。真正的人才因为太大了，太有棱角了，反而很难被时代接纳。这首诗妙就妙在，杜甫从头到尾都在写柏树，但每个字都在写人。古柏的正直对应诸葛亮的忠诚，古柏的孤高对应贤才的寂寞，古柏的财大难用对应所有怀才不遇者的悲剧。杜甫把树写成了人，把人又写成了树，树和人完全融为一体。你可能会问，杜甫为什么对一棵柏树有这么深的感情？因为他自己就是那棵古柏。他在夔州50多岁，一身病，报国无门。他看到诸葛亮庙前的树，就像看到了一个老朋友。我们都曾风华正茂，都曾想为国家做栋梁，可如今都老了，都被风吹雨打，都被蝼蚁咬过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正直，依然香叶宿鸾凤，依然等着那个可能永远不会来的机会。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特绝。首先是象征，古柏象征诸葛亮，也象征所有正直的贤才。其次是对比，古柏的永恒和人世的变迁对比，古柏的正直和世俗的腐败对比。最后是夸张，40围，2000尺，万牛回首，这些数字把人镇住，让你不得不重视这棵树的重量。还有一点，这首诗的气特别足，从气接巫峡到寒通雪山，从头到尾都有一股浩然之气在流动。这股气是诸葛亮的气，也是杜甫自己的气。他虽然穷，虽然病，但气节不丢。他写古柏就是给自己打气。你看树都这么牛，我杜甫也不能怂。今天我们读古柏行，为什么还觉得这么有力量？因为他说出了所有时代、所有体制下的一个真相：真正的人才往往最难用。你越有才华，越有原则，越难被某个体系接纳。诸葛亮幸运遇到了刘备，曹霸不幸遇到了战乱，杜甫更不幸遇到了一个衰败的时代。但杜甫告诉我们，即便如此，也要像古柏一样，保持正直，保持尊严，等待那个属于自己的鸾凤时刻。这首诗看似写树，实则写人；看似写古，实则写今；看似写诸葛亮，实则写杜甫自己。他是咏物诗，更是咏怀诗，是一个老人在病痛中发出的不屈呐喊。杜甫在夔州的破茅屋里，看着窗外的风雨，想着武侯祠前的古柏，写下了这首诗。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到长安了，但他想让后人知道，峡江边上有过这样一棵树，唐朝有过这样一个诗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